各位老铁，前2天我在节目里随口喷了一嘴《天道》这部剧和他的原著小说《遥远的救世主》，没想到啊，一时激起千层浪，好多朋友给我点赞，还私信让我必须展开好好说道，说我简直是他们的互联网嘴替。那行，宠粉是我的天职，今天咱们就来个避雷专场，好好扒一扒为啥我以及咱们很多人打心眼里就不待见这部被捧上神坛的《天道》和他的男主角丁元英。说起这部剧，他给我的感觉就像什么呢？就像你走进了一家装修的古色古香、禅意十足的私房菜馆，墙上挂着各种看不懂的书法，老板是个仙风道骨的中年人，菜单上的菜名什么见龙在田、无中生有，听着就玄乎。你满怀期待的点了几道菜，一上来你尝了一口，味道那叫一个古怪，说不上好吃也说不上难吃，就是别扭。但你环顾四周，看到其他食客都一副如痴如醉、参禅悟道的样子，你就不敢说话了。你开始怀疑人生，心想完了，肯定不是菜的问题，是我自己的品味太低，境界不够，吃不懂这高深的玩意儿。没错，《天道》这部剧从头到尾就弥漫着这么一股子诡异的氛围，一种强行造神的氛围。整部戏的核心任务只有一个，那就是把丁元英这个角色给烘托起来，把他送上神坛。你瞅瞅那剧情，简直就是霸道总裁降临人间普度众生的剧本。一个高深莫测的男人空降到一个小县城，然后呢，当地最漂亮的警花就跟被下了蛊一样贴上去了。商界的大佬，小镇的居民，一个个排着队三顾茅庐，请他出山指点迷津。然后咱们的丁大神就动动嘴皮子，布个局，轻轻松松就对一群凡人实现了降维打击。所谓的降维打击，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像一个3维世界的人跑去2维的纸片人世界里，那他想干嘛干嘛，因为他比纸片人多一个维度，能看到他们看不到的东西，这就是碾压。可问题是，为了让他显得神，剧里除了他之外的所有角色都像是被设定好程序的 NPC， 也就是游戏里那些没有自己思想，只会按照固定脚本行动的非玩家角色。你比如说欧阳雪，他的任务就是无条件信任丁元英；那个叫刘冰的，他的任务就是展现人性的贪婪。每个人都像一个工具人，完成了自己那点功能性的任务之后，就悄然退场，既不可爱也不可恨，面目模糊，单薄的像一张纸。一部好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剧，它的灵魂应该是故事。故事就像一盘热气腾腾的饺子，我们观众是来吃饺子的，饺子馅好不好，皮儿筋道不筋道，这才是关键。吃美了，我们自然会琢磨，配点什么醋吃更香呢？可天道呢，给我的感觉是，他根本就没想好好包饺子，他是为了卖他那碟醋，才硬凑了一盘饺子出来。结果呢，饺子没吃明白，我们所有人都被摁着头去研究那碟醋里到底有什么惊天大秘密。原来是丁元英语录，是所谓的天道思想。当然了，你想卖醋也不是不行，可你不能指望一碟小小的醋装下整个宇宙的真理吧。天道最大的问题就在这儿，剧情的骨架根本撑不起他想要表达的宏大主题。一个商人丁元英，他凭什么就能讲清楚什么是天道？一场在音响圈子里的小打小闹，所谓的商战，他又能诠释多少复杂的人性和深邃的文明？这就好比用一根火柴去点亮整个黑夜，太勉强了。当剧情撑不起主题的时候，你还要硬往里塞各种大道理，在空洞的情节里打脑洞，那不叫深刻，那叫故弄玄虚。一部剧思想可以深，但前提是它得好看啊，情节要抓人，节奏要在线。你们想想看，潜伏也好，大明王朝1566也罢，为什么人家是公认的神作？因为那里面的每个人物都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优点有缺点，丰满立体。那些深刻的思想
是藏在这些丰满的人物和精彩的故事之下的，是润物细无声的，而不是像天道这样拿着大喇叭在你耳边循环播放。说完剧，咱们再来聊聊丁元英这个人，为啥这么一个角色能被那么多人捧上天，甚至成为一些人的精神偶像呢？我琢磨了一下，因为他确实很独特，在咱们国产剧里，你很少能看到一个如此反人性的角色被当成主角来塑造。对，你没听错，就是反人性，或者说是极度压抑人性。丁元英身上那种所谓的独特气质，在我看来，核心来源就是这3个词：冷血、油腻和抽象。先说冷血，他那种冷不是邪恶，而是一种对人类正常情感的漠视和压制，一切为了所谓的执行规律。他好像看透了一切，参悟了宇宙的终极密码，然后就把自己变成了一台没有感情，只会精准执行客观规律的机器。他就像一个早期版本的人工智能，你问他问题，他给出的答案逻辑上都对，但就是没有人味儿。我给你们描绘一个场景，剧中他爸病危，基本上没救了，家里人就在纠结要不要用呼吸机续命。这其实是很多家庭都会遇到的伦理困境，大家意见不一，坐下来好好商量，互相体谅，这才是人之常情吧。可丁元英是怎么做的？他不主张抢救，这没问题，但他找到医生，张嘴就是一句：医生，我怎么样才能让我父亲死？我的天哪！但凡有点人情味儿，谁能说出这种话？好好说话，不会吗？这种自以为是的通透，让他变得异常决绝，完全不顾及亲人的感受，不考虑母亲和兄弟姐妹的心情。一个活生生的人，人味儿没了，取而代之的是一股子神味儿，神神叨叨的那个神。这就引出了第2个词：油腻。可能很多朋友不同意，说王志文老师演得那么好，怎么会油腻？我得说，这恰恰是因为王志文老师的演技确实是顶级的，他演绎这类有点疯批气质的角色简直是一绝。他那清晰的台词功底、清爽的表情和清瘦的形象，都在极力的为这个角色去油。但这改变不了丁元英这个角色内核里的油腻。中年油腻最大的标志是什么？不是大金链子、小手表，而是喜欢论道，动不动就跟你谈人生、谈哲学、谈文化、谈宇宙。可他谈的那个道到底是个啥玩意儿呢？就是一锅大乱炖。东方的儒释道里夹一筷子，西方的宗教哲学里再盛一勺，嘴里全是些宏大的词汇，什么文化属性救世主，谈笑风生之间就把你搞得云里雾里，然后悄无声息地给你编织一个宏大叙事的幻梦。丁元英这个形象精准地击中了某些中年男性内心深处的幻想。你看他事业有成，早就财务自由了，然后归隐到一个小城里，看似无所事事，却又能挥挥手搅动风云，强弩灰飞烟灭，这种感觉太爽了。当一个人在现实里感到挫败，就特别容易把自己带入到丁元英这种无所不能的智者人设里去。对他们来说，开坛讲法、坐而论道，可比花天酒地、纸醉金迷要高级的多了。丁元英那些语录，你不能说他全错，但里面的道理，你随便找个教我们那个年代的中学政治历史老师，都能给你讲得明明白白。你们细品一下，是不是这个理儿？咱们的政治老师喝多了都能给你从原始社会讲到共产主义，那理论水平人均丁元英。但所有爱论道的人都有2个通病，第一个是思维散乱，不成体系，就是我刚才说的一锅乱炖，东拼西凑，表面上看起来学贯中西，博古通今，能把小姑娘唬得一愣一愣的，哇塞，好有学问哦。可你让他连着讲3天，他翻来覆去还是那几句车轱辘话。第2个毛病就是喜欢搞抽象，理论一旦上升到某个高度，就好像越抽象越高级，最好能找到一个总理论，一个能解释世间万物的公式，那就圆满了。你看丁元英的理论核心就是所谓的文化属性，
然后又给你划分成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好像剧中所有人的命运都逃不出这个规律的掌控。这就是作者的一个高明之处，他通过丁元英的嘴，把一个他自己发明的规律塑造成了无所不能的神，顺着这个规律的就活，逆着这个规律的就死，完全忽视了具体的人、具体的环境，忽视了人的情感和主观能动性。规律确实存在，但他不是一个主宰一切的神。丁元英这个角色最容易给人造成一种幻觉，就是好像我们想成功，关键不是去努力，不是去实践，而是去参悟天道。只要找到了那个终极的总规律，我们就能无往不胜了。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一边觉得他故弄玄虚，一边又忍不住要去反复解读它，希望能从中找到成功的密码。但朋友们，人的成长和成功从来都是在一次次具体的失败和尝试中得来的，是在与人打交道的具体经历中磨练出来的，而不是靠顿悟某个抽象的理论得来的。沉迷于搞抽象理论，本质上是对现实焦虑的一种转移。你感觉自己好像学到了很多知识，格局打开了，但你的人生经验其实还停留在原地，一步没动。要我说啊，天道和遥远的救世主就是咱们80、90年代那种地摊神刀文学的升级版。那个年代社会变化太快了，各种思潮冲击，价值观都在重塑。有人下海经商发了财，享受着时代的红利，有人还困在原地，眼睁睁看着别人飞黄腾达，心里那叫一个不是滋味。这种巨大的分裂和迷茫，总得需要点什么理论来解释，来解脱吧。于是地摊神刀文学就应运而生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喜欢把具体的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给你转化成虚无缥缈的文化问题、文明问题，甚至是人种问题，然后抬出各种各样的哲人王、大师，让你去参，让你去悟，让你从自己的脑子里找答案，从自己的血液里找原因。比如当年有部很火的政论片，最后能把所有问题归结到一条河上，我也是服了。这种神刀文学散发着一种独特的浓重的气味，它精准地迎合了人们的失落感和焦虑感。当人处在那种状态下，就很容易把人心想得很坏，把人性想得很脏。一方面渴望找到一个所谓的规律来当借口，另一方面又渴望一个牛气冲天的大神来给自己指点迷津。但这类东西并不会真的让你的格局打开，反而因为它的路径从一开始就是错的，最终只会让你的思维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脱离真实的社会。那我们怎么才能远离这种神刀文学的 PUA 呢？我的想法很简单，就是阅读和看剧都要相信自己的第一感觉。这玩意儿不像相亲，明明两个人坐那儿一点都不来电，话不投机半句多，但就因为对方顶着一堆光环，亲戚朋友都说好，你就非得逼着自己去喜欢，去迎合，这不有病吗？我特别喜欢一句话，叫读书处处有个我在，意思就是你得带着你自己的脑子和感受去读。真正的智慧往往是用最朴实的话说出来的，真佛只说家常话，那些非要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用一堆晦涩的词藻把你绕晕的东西，你就要警惕了。千万不要有什么阅读焦虑，觉得啃下一本别人都说难懂的书，自己的段位就能提升一个层次。如果一本书你看着看着就走神，分分钟都想把作者从书里揪出来，指着他鼻子问你特么到底在说啥，那这样的书咱就趁早扔了它，别浪费时间。当然了，以上这些都是我的一家之言，肯定有朋友不赞成，没关系，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把我狠狠地批判一番，咱们思想的火花不就是在碰撞中产生的吗？最后，虽然我把丁元英这个角色批得体无完肤，但节目结尾必须得有个彩蛋，那就是向王志文老师的精湛演技致敬。演员是演员，角色是角色，这是两码事。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各位。